最近 B 站 UP 主停更这个事情啊，有很多媒体在报道。那我也从这几个方面啊，稍微聊一下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创作者停更呢，主要有6个原因。那么先说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收入问题。那 B 站的 UP 主收入呢，主要来源于商单、创作激励和打赏。那么一般来说呢，商单是占这个收入的大头啊。如果没有商单了，那基本上大头收入就没有了。那现在的问题是说，商单减少了很多。一方面呢是经济环境不好，那品牌方呢都在省着花钱，所以呢商单少了。另一方面呢，原因是说商单这个事情啊本身不太好规模化，运营成本呢不好降下来。那因为每一个商单呢都需要 B 站的商务人员去拉着创作者和品牌方不断的去沟通。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想啊，B 站的这个商务人员都是北上广深，那人力成本多高啊？你不能把它规模化，那你这个收入就很难上得去。再一个呢，就是创作激励呢也被砍了80%，这个我之前有个视频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可以再回去翻一翻看一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平台的方向呢稍微有点变化，就是内容电商化对 B 站的影响很大啊。在电商行业，电商内容化呢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看看这个我贴的图啊，抖音的收入呢已经跑到了电商的前5了，但是抖音可并不是一个电商平台，而是短视频内容平台。当电商内容化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淘宝甚至支付宝都开始搞短视频了啊！更何况 B 站呢 ？B 站它自己有用户，它有创作者，它也是一个视频平台，我什么都有。那为什么 B 站不能从电商这个大蛋糕里分一杯羹呢？而且竖屏的这个视频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沉浸感特别强，可以更好的进行电商的变现，比较好转化，而且呢也容易规模化。所以呢 B 站也开始拥抱竖屏的短视频，把更多的资源和流量呢投入到这个短视频当中去。那这样做呢，势必会影响到长视频作者的这个积极性和收益。第三个的问题呢，就是创作者的收入啊过于单一了，过度依赖这个 B 站。那一旦 B 站的收入不稳定的时候呢，有多少创作者能坚持下来呢？创作者的支出，你比如说房贷啦、分期啦，你是每个月都是固定的，但是你的收入不稳定的时候呢，有哪一个创作者能坚持下来呢？假设啊，一个视频创作者每个月有2000的收入，那这已经不少了，而且会有非常多的人能坚持下来，尤其是3、4线城市的创作者。但是不好意思 ，B 站现在提供不了这样的收入，所以我看到好几个 B 站的 UP 主说停更的原因就是收入不太稳定，我要重新去当社畜了。第4个原因呢，就是 B 站的创作者的培养和扶持政策不太友好，不利于新人的成长，马太效应非常严重啊。100万粉丝 UP 主呢赚的非常多，那不到1万粉丝的基本上啥都赚不到。要想从平台获得稳定收入啊，我听说啊，就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有10万粉丝，可以签约成为 B 站的 UP 主，那你一年呢可以从 B 站那边呢获得8万左右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就比较多了。但是如果你的粉丝没有到10万呢，那不好意思啊，你只能自己去用爱发电了。按理说呢，平台对创作者的分层这块呢，应该是要稍微细分一些。你比如说是从0到1万，对吧？1万到5万，5万到10万，10万到20万，20万到30万，30万到50万，50万到100万，等等等等。每一个层级呢，都应该有不同的扶持政策以及这个收入的补贴，甚至是分成的比例。这样的话呢，你的创作者呢就能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从下到上的这样的一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阶梯啊，这样才会有更多越来越好的内容，越来越新鲜的内容。你只有有了这些源源不断的好内容，更可能发现和挖掘出来更好的商业模式。但是啊，B 站在这个创作者的扶持这块呢做得不够好。第5个问题呢，就是老生常谈的内容审核政策了。拿最近的热点来说吧，你比如说 ChatGPT AI， 但是如果你要发布这些内容的相关视频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审核不过的，或者说是这个需要你打回修改的。那原因呢特别简单，就是这些产品呢目前都是海外的居多，有些产品是被列入监管政策的。那如果说我好不容易做了一个视频，结果呢审核不通过，那多多少少呢也会打击到创作者的这个积极性。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已经有不少视频作者呢已经把这个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也就是 YouTube。 在 YouTube 呢，你依赖广告分成收入呢会比较稳定。再一个呢，就是在商业化这块啊，其实没有太多的束缚啊。虽然海外的市场呢不如国内市场大，但是商业方面呢更成熟一些。这块我找个时间也可以再聊一聊这个 UP 主出海的这个事情。第6个原因呢，就是 B 站啊就始终坚持不做这个贴片广告，在我看来这个是非常无厘头的。你要知道，贴片广告是最成熟和稳定的商业模式了。如果说你不加贴片广告是为了用户体验，难道把 1080p 的视频码流降到了480的画质，这就会提高用户体验吗？我觉得这有点牵强。从产品的角度来讲，你要相信用户的行为，而不是用户嘴上怎么说。你看爱奇艺、腾讯、优酷，我的内容是最好的、独一无二的，那你即使是付费会员，我也要让你看广告。你包括 YouTube 最近的更新，
对吧？只有会员才能看高码流的 1080P 的视频。如果说 YouTube 都这么做，那你作为 B 站，你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的 YouTube， 你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除非说你对自己的内容不是那么的有信心。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 B 站的优质内容已经不少了，依赖这么多年积累的优质内容，完全可以做贴片广告了。只不过是说你要在这个内容时长和广告时长之间去取得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你要从这个广告的收入和用户的体验之间去取得平衡，你也需要不断的去对产品进行这个迭代和 A/B 测试，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双赢的这个局面。以上呢6个原因呢，就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观点，这个是偏主观的。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观点呢，也欢迎在线留言讨论。好，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